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肌酸。在前2期的视频中，我向大家介绍了肌酸是什么，肌酸对于不同运动健身人群的作用。今天我来讲讲要不要吃肌酸，以及具体到纯肌酸这个产品的一些问题，包括介绍一些市面上常见的纯肌酸的类型、特点以及吸收利用等问题。人体大部分肌酸是在肝脏和肾脏中产生的，其中 95% 储存在肌肉组织中， 5% 储存在大脑、心脏和睾丸中。肌酸不是一种必需营养素，因为健康的人体能够合成它，但是每天人体合成的数量大概在每天1至2克左右。这就说明，如果你是个参与运动健身的人，你需要通过食用肉类获取肌酸。简单的列出不同肉类的肌酸含量，最高的是鱼肉，例如尾鱼、鲈鱼等等，每公斤约含4至7克；牛肉每公斤约含4至5克；羊肉每公斤约含3至4克；猪肉每公斤约含1至3克；鸡肉每公斤约含1克。记住，肉类加工的温度越高，对肌酸的迫害越大。可见，依靠自身分泌和吃肉补充不能满足运动健身人群的需求，所以额外食用肌酸补剂成为解决方案。从1993年开始，肌酸进入职业运动领域，1994年就成为最流行的力量增强式补剂，1995年登陆中国运动界，至今已经成为运动营养补剂中最具人气、最有效的产品之一。在市面上常见的肌酸产品有4至5种，我会一一介绍它们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伊水合肌酸，也叫纯肌酸。它是最常见的肌酸，也是科学研究和使用最多的一种。它或者从甲氨酸提取，或者从肉类提取，然后与水结合，经过结晶过程，最后制作出成品。伊水合肌酸提供每个分子 88% 的纯肌酸，也就是说5克伊水合肌酸为身体提供 4.4 克纯肌酸。尽管总有新的肌酸产品上市，但是伊水合肌酸是最常用的肌酸形式，仅在美国每年的销售额就达到4亿美元。第二种是微粉化肌酸，是一种改进型的纯肌酸，与普通纯肌酸相比，它经过了分割或者切割，使其颗粒更小，通常在10微米以下，而一般的纯肌酸颗粒大概在20至200微米。颗粒小就会提高其溶解性。一般的纯肌酸放在水中，你会看到晶体颗粒，但是微粉化肌酸就很难看到。溶解度高，吸收质量就高，而且能更快地进入肌肉细胞。微粉化肌酸减少了普通肌酸引起的消化不适，例如腹胀问题。以上2种肌酸都属于纯肌酸。第3种产品是基于纯肌酸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，开发它的原因是基于肌酸的吸收问题。人体对纯肌酸的吸收率并不高，而肌酸的效率又取决于细胞对它的吸收程度。因此，要提高吸收率，就要提到我们的老朋友胰岛素了。胰岛素可以增强肌肉细胞膜上特定运输蛋白的活性，从而提高肌酸的吸收。提高胰岛素的方法很简单，摄取碳水化合物，提高血糖。所以葡萄糖是肌酸进入细胞的载体，肌酸与糖分相结合，才能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纯肌酸与糖分的结合比例是1:7，也就是1份的纯肌酸混合7份的糖分，是理想的吸收配比。你也可以这么考虑问题，如果你没有和糖分一起摄取肌酸，那么肌酸就会在你体内寻找糖分，或者等着一波胰岛素分泌的红利。当然这样做，首先吸收的速度会变慢，而且如果糖分和胰岛素的条件不够，那么肌酸的吸收就会受到影响。因此这第3种产品一般被称为复合肌酸。复合肌酸就是在肌酸中加入糖分，当然各个厂家加入的糖分比例不等，不过1:7的比例是最低要求。有一些观点支持糖分越高，肌酸吸收的越好的观点，所以有的复合肌酸加入的糖分超过1:7的比例。还有观点认为肌酸和糖分加蛋白质一起吸收可以达到好的效果，因此会往肌酸里加入氨基酸。所以你可能见到一款复合肌酸里包含肌酸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一些植物和化学的提取物，可谓各种营养物质应有尽有。但是请你冷静，每一样加入的物质你都要为此付钱。所以复合肌酸的水很深，看着令人激动的营养成分表，可以增加产品销售，赚取更多的利润。第4种也属于纯肌酸衍生出来的产品，肌酸泡腾片。要做成泡腾片需要加入糖分和钠。注意，这里加入糖分主要是为了改善口味，
糖分的数量不足以达到1:7的比例。虽然方便携带，味道不错，但是它的价格较高，作用和一般的醇基酸一样。醇基酸的种类我们介绍到此。那么醇基酸应该怎么吃？包含时间、数量等相关问题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肌酸对于肌肉的爆发力、力量、体积、耐力以及减脂方面都有帮助作用，因此我们要关注肌酸在体内的含量。依靠人体每天自我合成以及摄取食物获得的肌酸数量有限，所以应该考虑食用肌酸营养补剂。纯基酸也就是一水合肌酸，是目前技术最成熟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肌酸产品。它们包含纯基酸、微粉化肌酸、复合肌酸以及肌酸泡腾片等产品。微粉化肌酸的颗粒更小，利于吸收；复合肌酸添加了肌酸进入细胞的载体糖分，同样也增加了吸收的效果。肌酸泡腾片只是更利于携带而已。希望通过本期视频，让大家对纯基酸的认识更加深入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